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小刚新电影《向阳花》发预告，我断定赵丽颖又要火遍全国了。中国电影导演到底要把赵丽颖开发到什么程度？第20条里，张艺谋让赵丽颖演了个聋哑人，破旧不堪的村妇扮相，一句台词都没有。赵丽颖依然把角色演得让观众看着揪心。拍过《扫黑风暴》的导演伍佰，又让她在浴火之路中挑战了失孤母亲。破碎冷冽，已经找不到一丝当年花千骨中小骨的单纯甜美了。而新片《向阳花》里，赵丽颖又双若卓变样了。这一次冯小刚更狠，直接把赵丽颖送进了监狱。看完了最新预告，震惊之余也清楚地感受到，或许赵丽颖的潜力只被中国电影导演们开发了不足1/10。而演完这部《向阳花》，我断定赵丽颖又要火遍全国了。换个角度打开女性电影，冯小刚出手就是王炸。女性电影想必大家看过不少了，比如口碑评价颇高的好东西，以及正在上映的想飞的女孩，都是标准的女性电影。而冯小刚执导的《向阳花》也可以划入到女性电影的行列中，只不过风格不同。他虽然将视角对准了女性，但这一次的主人公却是刑满释放的女囚，一个曾经为了给女儿购买价值20万的人工耳蜗，铤而走险的女人高月香。她的性格本就彪悍泼辣，2年4个月的刑期也没改变她的个性。在监狱里，高月香遵守纪律，认真服刑，但也会在得知同牢房里住进人贩子时，忍不住大打出手，巴掌一个接一个的打，骑在人贩子身上就是干。但出狱后的高月香就一个念头：豁出去，活下来。她在酒店应聘过保洁员，工作十分辛苦，但即便她认认真真的打扫每一个房间，对方依然没给她留活路。不仅私自翻她的包，发现了包里的刑满释放证明，拒绝继续给她提供工作机会，甚至还怀疑她包里的东西是偷来的。老板当场要求给高月香搜身，而此时的高月香已经把尊严抛到脑后了。在脱下衣服的那一刻，她的反应是给你 solo， 这也注定高月香出狱后的是不在乎尊严的。相比起活下来，自尊一文不值。随后她在夜场卖过啤酒，还在码头上抓过鱼，也给化妆品公司做过敏测试。凡是能挣钱的活，高月香从不拒绝。但即便她如此努力地活着，依然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。高月香和自己在狱中结识的朋友，因为得罪了夜场的男人，拼死逃命。对别人来说，活下去那么简单的事，对他们来说却异常艰难。故事是好故事，角色是好角色。这一次冯小刚一出手就是王炸，他抓住了女性题材这一流量密码，又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不仅新鲜感有了，还填补了这种类型的空白。而过往战绩漂亮的冯小刚也同样值得大家信任，他的导演水准放在国内也是名导级别的。从电影呈现出来的影像语言来看，还是有着鲜明的冯氏特色。或许这一次冯小刚能自证，男导演也能拍好女性电影了。实力派扎堆，赵丽颖惊艳，影后在路上。看演员阵容，《向阳花》其实并不算强劲。相比于张艺谋、陈凯歌等导演在第20条志愿军等作品中使用人海战术及其老中青3代演员中的顶流，冯小刚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。除了赵丽颖之外，剧中的其他几位女演员都跟流量无关，但无一例外都是有口皆碑、贴合角色的演员。比如饰演聋哑人的兰西亚，在去年的《山花烂漫时》和《追风者》中都有着精彩的表现。在新生代演员中，她不仅长相具有辨识度，演技更是一流。在《向阳花》的预告中，
兰西亚接地气的形象也非常贴近人物。再比如演员绰妮，一直以演配角为主，在《玫瑰的故事》和《我的前半生》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而她还是冯小刚的御用演员，在冯小刚进军电视剧市场，执导的唯二剧作《北辙南辕》和《回响》中，她都饰演了重要角色。再度合作，显然是因为冯小刚看中了绰妮的实力。而在影片中，饰演监狱里的纪律委员的王菊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却极具天赋，在《好东西》《繁花》和《爱很美味》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。包括同为女团出身的程潇，也备受影视作品的欢迎。在《唐探》系列中，她就数次露脸。此次饰演的女老板有点头脑但不多，笨蛋美人型的角色很适合程潇。而影片真正的卖点和看点，则是集中在女主角赵丽颖身上。虽然已经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以及其他电影作品中见过赵丽颖彪悍的样子，但看到她在预告里满身是血、龇牙咧嘴的跟男人干仗时，还是被惊到了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的可塑性实在是太强了，演绎女罪犯手到擒来，再次证明飞天奖和金鹰奖事后交到赵丽颖的手里，完全是实至名归。预告中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，比如逃命后一屁股坐在路边，赵丽颖整个人的状态是疲软的，模样是狼狈的，但带着愤怒和哭腔的声音，又能让人感受到她的心酸和委屈。看完预告的那一刻，同时也看到了影后在向赵丽颖招手。结语：对于赵丽颖这样草根出身，从电视剧成长起来的演员来说，大荧幕之路要比旁人走得更加艰难。但即便如此，赵丽颖还是拼了命地趟出了一条路，不仅证明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，还一步步地与国内名导合作，背后是她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，以及对自己形象的牺牲。这样的赵丽颖的确值得行业的认可。同时，赵丽颖也给更年轻的流量明星打了个样，转型势在必行，越努力越幸运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坐等4月4日，看高月香如何活下去，赵丽颖如何火下去吧。你觉得这部电影能拿多少票房呢？